你有听过把同志族群与特工英雄结合的超 Q 特工队吗？不是这个超 Q， 也不是这个超 Q， 而是 LGBTQ 加的 Q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喵大资，本集将为各位介绍这部 Netflix 的原创影集，以 LGBTQ 加族群为主的18禁成人影集《超 Q 特工队》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是一个讲解游戏、影集解析，并偶尔分享生活的废片频道。欢迎你按下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咯。故事是这样的，以第一名成绩从美国情报局毕业的特务史蒂夫·玛丽，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场合公开出柜，于是就此落入被打入冷宫的局面。他被派遣至西好莱坞，在上司 V 的好言相劝下，被冷冻了将近10年。一心抱着想拯救世界的伟大抱负，不甘被冷冻的他，终于有一天带着他的 LGBTQ 加小队主动出击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国际级犯罪。就这样，后续的集数，小队展开了一连串的行动。虽然无法一时改变全世界，但最终玛丽成功达成了她加入情报局一直以来的愿景，拯救世界，也获得了自己早在10年前就应得的职位。这部作品就角色的个性、剧情的转折、各类好笑的喜剧元素而言，我其实是蛮满意的。但这些也是我在观看的同时会感觉微妙的地方。它很像集结了一切美国白人对 LGBTQ 加族群的刻板印象，渴望讨好 LGBTQ 加族群，并试图让大众了解这是什么样的文化，结果缺乏脉络的过度张扬，反而弄巧成拙。在超 Q 特工的预告片底下，又有不少人纷纷留言，这让人很恐同。整个小队的成员有练得超壮的男同志队长，擅长机械并有妈妈特质的黑人 T 女童，对变装超内行的非二元性别族群变装皇后，热爱虚拟世界并有仔仔属性的泛性恋女骇客，在剧中无数次强调自己是直男的自大异性恋。这个小队的组成很像是白人文化群中对 LGBTQ 加的刻板印象，尤其是强调自己直男有点恐同的那位，蛮刻意划分成2个类别。在剧中也开着 gay 族群及有色人种的玩笑，像是女同志就是会知道冷知识啊，男同志就喜欢特定的明星或偶像啊。要以整个文化或同志族群为主并不是不可以，但这些角色的特质不该是只有 gay， 性取向的选择只是个人特质的一小部分而已。而有色人种面临的困境中，其中有一段玛丽说自己压力很大时， Debbie 就说你要不要来当个黑人女性看看，那才叫做压力。这其实是事实。对于黑人女性，尤其又是非二元性别的困难，有个纪录片名为《无所畏惧：黑人的命也是命》，在今年2021的女影有上映，里面就清楚详记了他们的抗争。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段被特别拿出来说明，有一点奇妙。这部剧的情节有趣，角色我也很喜欢，但前面说到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脉络，而且里面充斥着大量如果你不是美国人跟 LGBTQ 加族群可能没有办法 get 到的梗。里面只有2个角色简短说明了他们的背景故事，一个是变装皇后 Trish， 另一个是直男 Barker。 小推原先是马戏团之子，天生的软骨子曾让他遭受父亲的质疑，但观众看到的伤痛仅此而已。而直男巴克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在自己的住所放了非常多的玩偶，而且每个他都精心照顾，结果原来才知道他是孤儿，收养他的寄养家庭在养育他不久之后都把他退回了育幼院，而每个养父母在退养他的时候都给了他一个玩偶，这些玩偶就陪伴他至今，曾让他度过一段很艰难的时刻。我觉得这些故事都非常棒，但可惜的是剧情着重在主线上，似乎没有机会触碰到其他角色的核心，像与人工 AI 的虚拟女友谈恋爱的是他，所有人中人设最平面的男同志队长 Mary， 我超好奇他们的过去。除了负评以外，也有人给予相对正面的评价，在看过超 Q 特工队的人都认为这部仍然值得一看。会起争议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预告片集结了上述说的种种理由，作者实在不怎么好。而如果今天要我个人单纯为超 Q 特工队评下结语的话，我会说在清楚知道这是刻板印象的当下，这部仍然值得一看。我对超 Q 特工队的评价蛮微妙的，虽然不喜欢他为 LGBTQ 加族群贴上的刻板印象，
象，但不得不说，在某些时候，这些刻板印象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，确实又很好笑。角色虽然很平面，但都很酷，而且我会期待如果有第二季，它会如何让故事发展下去呢？不知道如果是看过的各位会怎么想？没看过的人在明白它的争议后，还会萌生想去看的想法吗？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告诉我哦。我是喵喵大资，我们下次再见。